嗨，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啦。特朗普政府裁員人數繼續增加，消費者信心大幅下降。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即時預測 GDP Now 模型嘅結果，關鍵嘅 GDP 預測突然變成負值，失業率意外地較前一個月上升0.1個百分點，達到4.1%。隨住上個月股市嘅下跌華爾街再次陷入極度嘅恐慌。特朗普政府花招層出不窮，真係令人眼花繚亂啦！並有網友擔心問添，股災是否已經發生？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美國大小嘅非農就業報告，或許唔係本週嘅最大嘅焦點。關稅同埋地緣嘅局勢，可望再次主導市場嘅情緒。同時，歐洲對烏克蘭嘅局勢回應亦都同樣值得關注嘅。由於特朗普嘅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影響經濟，企業裁員。星期五公佈美國失業率亦意外地較前一個月上升0.1個百分點，達到4.1%。美元再遭受拋售，美元指數昨日再度跌穿104嘅關口，曾低見103.46，完全抹去2024年11月特朗普當選以嚟累計嘅升幅。鮑威爾喺星期五紐約嘅經濟論壇上表示，央行不急於降息嘅，而係要等待特朗普新政府嘅政策係如何影響經濟更明朗化。鮑威爾發表演說講，現時十分動盪，特朗普政府正在從4個不同領域實施重大嘅政策變革，包括喺貿易、移民、財政政策同埋監管。圍繞住呢啲變化及其可能產生嘅影響嘅不確定性仍然好高。鮑威爾喺評估中亦都對宏觀環境給予積極嘅評價，稱美國處於良好狀態，勞動力市場穩健，通脹率回升至目標嘅水平。呢個言論令美股喺星期五略為回升。截至3月8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報103.9，道指報42,801點，標指報5,770點，納指報18,196點，黃金報2,911美元，白銀報32.6美元。喺3月2號，特朗普喺 Truth Social 宣佈為美國建立包括比特幣在內嘅戰略加密貨幣儲備之後加密貨幣嘅價格就喺上個禮拜日上漲。佢嘅一篇貼文中表示，喺拜登政府多年腐敗攻擊之後，美國加密貨幣儲備將提升一個關鍵嘅行業。呢個就係為什麼我哋數位資產行政命令指示總統工作小組推進包括XRP、SOL 同埋 ADA 在內嘅加密貨幣戰略儲備，我哋將確保美國成為世界加密貨幣之都。佢仲喺後續嘅文章中表示，顯然比特幣同埋以太幣以及其他有價值嘅加密貨幣將成為儲備嘅核心。消息公佈之後比特幣喺禮拜日嘅下午就上漲咗11% 至94,164美元。白宮加密貨幣主管 David 喺禮拜四社交媒體發文指，儲備將來自聯邦政府從刑事或者民事案件中沒收嘅比特幣，不會用納稅人嘅金錢額外購買。由於當局未有新增嘅資金入市比特幣，令市場失望。禮拜五早上比特幣最低跌至88,109美元。對沖基金 Capio Investment 創辦人 Charles 指出，該行政命令幾乎係業界所能預料到最壞嘅結果。如果冇新嘅購買計劃咁樣所謂嘅儲備只不過係精心打扮過嘅豬。我覺得特朗普嘅做法係有造事之嫌嘅。有人形容喺政府工作猶如進入一個熱廚房。美國聯邦政府呢個熱廚房最近就炒得火熱啦。首先，特朗普政府係針對聯邦政府試用期嘅數萬名嘅員工，佢哋有好多都係喺過去2年內受聘嘅，係缺乏公務員免於被解僱嘅保障。不僅如此，政府各部門均進行裁員啦。
包括國稅局、國家公園管理局、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農業部、教育部、能源部、衛生與公共服務部、國土安全部同埋退伍軍人人事部等。經濟學家表示，最終裁員人數可能達到30萬人。路透社指，喺聯邦政府大規模裁員呢，取消合約同埋貿易戰擔憂嘅背景之下呢，立即影響私人企業啦。職界公司 Challenger Gary and Christmas 禮拜四報導稱，特朗普削減聯邦政府工作人員嘅做法呢，令到2月份嘅勞動力市場呢帶嚟咗影響啦。私人企業宣布裁員嘅數量呢，達到近5年嚟呢最高嘅水平。該公司報告稱，美國僱主當月宣布裁員呢172000人，較1月份增加咗245%，係自2020年7月疫情以嚟呢最高月度嘅裁員人數。此外，呢個亦都是自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嚟呢2月份嘅最高值。喺呢個3月4號呢，美國開始向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將進口到美國嘅商品呢徵收25% 嘅關稅，對中國進口產品呢徵收10% 嘅額外關稅添。特朗普仲威脅對個別嘅國家徵收互惠嘅關稅，並對歐盟呢徵收25% 關稅。美國股神巴菲特罕有地呢評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稅措施，表示懲罰性嘅關稅呢可能引發通脹。進口商咧會把關稅轉給零售商，並損害消費者嘅利益。佢又指某程度嘅關稅咧係一種戰爭嘅行為添。長遠嚟睇，關稅咧就係對商品嘅徵稅。現時94歲嘅巴菲特咧喺2018年同埋2019年咧，當時咧係特朗普嘅第一任期，曾經警告共和黨人咧激進嘅關稅同埋貿易保護嘅措施可能會喺全球咧造成負面嘅後果。佢喺接受哥倫比亞電視一部紀錄片訪問嘅時間表示，再次提出呢個警告：關稅長遠呢，實際係一種商品稅。佢係講笑咁講，神仙係唔會為關稅埋單嘅。佢又質疑關稅之後呢會採取咩措施。目前巴菲特嘅公司巴瑞哈菲呢持有現金儲備高達驚人嘅3340億美元，唯有斯尼呢最高噶啦。佢被 CBS 主持問到目前嘅經濟狀況，巴菲特呢係避免直接咁評論嘅。佢話呢個係世界上最有趣嘅話題，但我呢唔會講嘅，我不能講，真係不能講。大家是否聽得明呢？巴菲特對目前嘅經濟前景呢答得好清楚噶啦。2月份呢，僱主增加7.7萬個就業嘅崗位，遠低於預期嘅146000個。ADP 首席經濟學家 Richardson 表示，政策不確定性同埋消費者支出放緩，可能導致上個月裁員或者招聘放緩嘅。而特朗普嘅政府效率部馬斯克已喺聯邦政府範圍內掀起咗一波嘅裁員潮，但佢嘅影響呢，可能仲要等一段時間才會喺月度數據中顯示出嚟嘅。目前呢，98% 嘅對沖基金經理、巴菲特同埋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呢，都有一個共通點，佢哋正在呢為一場經濟風暴做好準備啦。基金經理絕大多數報告稱市場呢估值過高，巴菲特持有創紀錄嘅現金水平。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目前預測2025年第一季呢 GDP 將收縮 2.8%。正如銀行最新分析中解釋，一旦呢場經濟衰退開始呢，經濟骨牌呢就會迅速倒下嘅。穆迪首席分析師 Mark 表示，美國經濟呢正走向滯脹，通脹上升同埋經濟增長放緩係關稅同埋移民政策所造成嘅。市場預計聯儲局6月開始減息，但 Mark 卻認為局方呢係唔會一如預期咁樣減息嘅，反而會加息以抑制呢個通脹，同呢個聯儲局前主席 Paul Volcker 當年一樣，大幅加息令到經濟呢陷入呢個衰退。佢解釋，如果美國真係出現呢個滯脹呢，聯儲局呢會選擇犧牲呢個經濟㗎啦。咁樣你是否已經準備好點樣面對即將來臨嘅經濟衰退呢？雖然美國經濟呢尚未陷入衰退，但未來幾個月值得關注一啲經濟嘅指標，或許呢能俾我哋一啲啟發。首先就係國內生產嘅總值，國內生產總值呢係衡量經濟最廣泛嘅指標。
佢有助於定義經濟嘅衰退。儘管通常咧喺呢個經濟衰退已經開始之後，經濟衰退嘅非官方定義係 GDP 連續2季嘅萎縮。儘管呢個指標好有用，但佢卻是回顧過去嘅。上圖係一個有前瞻性嘅指標，即係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嘅 GDP Now 工具。每當經濟指標發生重大變化時咧，該工具咧就會更新嘅。喺禮拜五出現同樣嘅情況啦，消費者支出消息疲軟，禮拜一咧就出現咗同一個情況啦，導致第一季 GDP 目前預期為 2.8%， 低於上個禮拜嘅 2.3%。跟住就係月度就業嘅人數，美國勞工部將喺禮拜五公佈其月度就業嘅預測，預計2月份新增人數將達到16萬人左右，而1月份嘅人數咧僅為14.3萬人。好多經濟學家將佢咧歸咎於異常寒冷天氣嘅影響。如果結果低於預期咧，則可能表示勞動市場正在跌至超出新冠疫情後幾年復甦嘅正常水平。而剛公佈2月非農就業 ADP 僅增加77,000人，數據顯示就業人數增幅為7月以嚟咧最細㗎啦。再者就係消費者支出。消費者約佔美國經濟產出嘅2/3。上個禮拜消費者支出出現意外嘅收縮，尤其是汽車同埋家具等高價嘅商品，有可能係消費者已經厭倦物價上漲，或者喺有關對進口商品徵收關稅嘅傳言中縮減咗消費。另外一個指標就係大型零售商嘅收益。Walmart 同埋 Target 銷售產品種類繁多，從嬰兒嘅濕紙巾到拖拉割草機，應有盡有。任何經濟嘅放緩呢，都會反映喺呢2家大型零售商嘅財務狀況上。2間公司最近都警告話，進口關稅呢將導致佢哋提高呢個價格㗎啦。佢哋都表示，消費者一直在減少呢個支出，選擇商品嘅品牌呢以慳錢為主，或者然後呢購買高價嘅商品。最後呢就10年公債殖利率，政府公債呢有多種嘅用途嘅，但一般嚟講呢，當10年公債殖利率或百分比回報率開始下降時呢，通常表示呢市場預計未來經濟增長將放緩。喺特朗普就職前一個禮拜呢，10年公債殖利率突破咗 4.8% 左右。喺3月4號，由於特朗普關稅生效同埋烏克蘭戰爭談判破裂，股市呢就下跌，美元指數呢更跌至104.31，10年期嘅公債殖利率跌至 4.21%。任何進一步降息都可能意味住市場開始擔心未來經濟下滑。大家睇到嘛？以上各指標都預示美國經濟正步入衰退。由於特朗普花招層出不窮，不斷影響市場，但黃金版呢似乎按兵不動。黃金喺禮拜五繼續走強，進一步盤整並在回撤區域2930美元附近嘅阻力位。從禮拜二低點2882美元開始，到今日嘅高點2930美元，有一個為期4日嘅緊密盤整區間。喺再次回調到阻力位之後呢，金價預計喺禮拜五交易中呢以相對較弱嘅位置結束，處於當日交易區間下半部分，並低於20日嘅平均線，收市喺2911美元。呢個禮拜留下2個關鍵價格嘅水平，需要考慮。呢個禮拜最低嘅價格係2855美元，最高價格為2930美元。技術證據更偏向睇跌嘅。如果近期波動低點2833美元未能守住呢個支撐，金價下一個下行目標將位於2813美元至2810美元左右嘅區間。至於白銀從技術上睇呢，聯儲局緊縮利率嘅立場對白銀構成不利嘅影響。白銀價格努力維持喺32.4美元關鍵嘅阻力位，該水平源自12月12號嘅高位，亦處於20日嘅移動平均線之上，後者約在32美元附近，表明短期呢趨勢睇升嘅。但大家要注意，從向下方睇，從8月8號嘅低點26.45美元上升嘅趨勢線作為白銀價格喺30美元附近嘅關鍵支撐位，而喺呢個2月14號嘅高位33.4美元將係關鍵嘅阻力位。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實施呢個關稅政策影響下呢，
美國經濟關鍵嘅指標正持續釋放疲軟嘅信號。據報道，截至3月5號咧，美國股市回吐大選後全部嘅漲幅，債券市場嘅殖利率曲線倒掛，消費疲弱，呢啲現象咧引發咗外在對川普衰退嘅討論啦。所謂 Trumpception， 前面提到根據3月6號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即時預測 GDP Now 模型嘅結果，美國喺2025年第一季實際國際生產總值增長咧預計為負 2.8%。美國會議委員會最新數據顯示，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 98.3， 創自2021年8月以嚟咧最大嘅月度跌幅，預計指數咧更跌破80添。呢個係歷史被視為經濟衰退嘅預警信號。調查咧亦都顯示，未來一年通脹預期從目前嘅 5.2 激增到6。聯儲局喺3月5號最新發布嘅褐皮書印證咗呢個趨勢，指勞動力市場趨於冷卻，同時物價壓力咧抬頭，消費者支出整體下降。美國股市表現令人失望，三大指數咧已經完全回吐大選以嚟嘅漲幅。截至3月7號，標指、道指同埋納指咧喺過去一個月分別下跌 4.77%、3.89% 同埋 7.45%。債券市場同樣動盪不安，短期公債殖利率倒掛現象加劇，10年期美債殖利率咧低於3個月期嘅公債，顯然係經濟衰退嘅信號。雖然苦災仍未發生，但我係完全認同上述嘅分析。我並相信銀行嘅危機啦、金融炸彈爆破、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嘅。我預計黃金版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版咧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版咧就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至4000美元，白銀亦會升至100美元。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咧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咧，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咧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咧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咧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